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了，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孔云龙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我是大家的朋友严品红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理咨询师白燕怡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那今天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的两对嘉宾，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，有请两组嘉宾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小王25岁，来自河北，公司职员；小陈24岁，来自河北，学生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两个人的主要矛盾是什么？我们交往3年，一直都没有得到个很好的磨合，始终不在同一个频率上。作为男朋友，他不能一直对我理解和包容，这一点让我很失望。我们一直吵吵闹闹，多少次都在分手的边缘。我不知道我们该何去何从。欢迎两位，你们遇到啥问题了？他这个人特别爱酗酒，然后一酗酒就经常的晚归。他这个人因为特别爱交朋友，但是他交那些朋友就是老一块儿出去喝酒，一喝酒吧，半夜凌晨2、3点才回家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喝就能喝到那么晚呀，你们？我觉得有时候下了班喝酒很正常。再说大家都喝在兴头上，你说提前离场也不太合适吧？而且我就觉得有一阵儿，他就是对我情感特别明显的转变，就是特别冷淡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俩交往多久来着？3年。3年，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你冷淡？最近吧，最近1年我感觉比较明显，就从他老喝，就是上班以后，后来才发现，就是有一次聚会的时候，他就是微信上就多了一个陌生女孩的微信，然后俩人就老聊天，然后那一阵儿也不怎么爱搭理我。就是公司来了新同事，然后去加我一下，我觉得很正常这个事情。我觉得一点也不正常。那你们公司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就加你啊？不是，你又没看别人的手机，你怎么知道他只加了我，没有加别人？那我怎么不见你跟别的男同事成天处关系？你干嘛老跟女同事处啊？这个有女同事的微信，这很正常。老聊天我就觉得不正常。关键是聊啥嘛？聊什么？对，比如说一些工作上的事儿啊，然后有时候就是聊着聊着可能会聊一些别的事情，就是什么别的事情？就比如说可能说喜欢的事情，然后这些方面的。就等会儿啊，他都跟你聊他喜欢什么了？他喜欢那东西要花钱吗？没有，就是爱看的一些，比如说什么爱看电影之类的。你要是换个角度来说，如果说这个女方要是跟她的同事，就是跟你这种频率的这么去聊，你心里会怎么想啊？我觉得频率可能没有很高吧。我觉得挺高的。而且女朋友觉得聊的内容不像是普通同事，对吧？我问一下我们场下这对情侣啊，问女生吧，如果你男朋友假设啊，你能接受吗？我作为女生我也接受不了啊。我们保留观点啊，先生，这位女士反正也不能接受。咱继续往下说，还有啥事儿啊？还有一回吧，就我们俩一个共同的好朋友，就是就约我们俩出去吃饭。但是就还有一些别人，就有一个人吧，我平时我们俩就是处的不太来，我也不太喜欢跟他接触，我就受不了那个人的一些处事风格吧，我就不想去这个饭局。我跟他说我不想去，他非要让我去，我就特别不理解。不是，你说大家都认识，你也认识，我也认识，人家叫咱俩去，结果到头来就我一个人去，你说想多不合适啊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就不有一个人我就不喜欢，我就不想跟他去，咋了？那你也不能说就因为一个人，然后你不去参加这个团体的聚餐。最后我也没去嘛。后来我就知道他在那个饭局上又跟人家就是扯闲天儿又喝大酒啥的，喝酒就算了还非要当着那么多人就是说他女朋友哪都不好。我觉得我特别不理解这点，你为什么非要跟大家说我那么多缺点呢？他不是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然后当时又喝了点酒。所以男孩你看注意点啊，你的饭局上也有他的眼线。我觉得他说话总是夸张，然后其实就说了一点小毛病，磨叽，然后拖拉，还有点洁癖，拖拉，对，强迫症之类的。哟呵，这些是真的吗？
我觉得他说话也挺夸张的，怎么能叫洁癖呢？那一个女孩爱干净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有一次，然后我下班回来也挺晚，然后到了家之后，我就看到他在那个厕所就擦那个洗手台，擦的时候还告诉我就说，你洗完的时候你把这个洗手台也都擦一遍。然后当时就特别不乐意，我说我下班这么晚了，然后想赶紧就是洗洗然后睡得了。那你顺手擦一下又耽误不了你2-3分钟。可是我感觉很累，我就想第二天早上起来擦一下不行吗？就是你每次都说啊，我现在不弄，我第二天早上弄，结果每次第二天早上他啥也没干，就等着我给他往那儿收拾那个烂摊子，我就理解不了。这其实小事儿啊，这谁擦不擦着，家家户户的小情侣都有这样的矛盾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不算大问题。他非得揪着我不放。但是我就是受不了呀！我看你那儿弄，就是我刚收拾好，你洗个澡，你又弄得乱七八糟，那我的劳动成果不就付之东流了吗？那我肯定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啊！那你再说你顺便摆一下，那不就顺手的事儿吗？那有什么非得拖到第二天再去弄的呢？不也跟你说了吗？就第二天起来我弄。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。包括女孩也一样，她生活当中她有洁癖，有时候她干一些个家务啊，一些个东西收拾，其实可以唠叨，因为两个人一块过日子嘛，可不就是这样吗？但也不能天天唠叨，老叨叨。还有啥他就特别做事情你接受不了的细节？然后还有一次我记得就是因为头天晚上做饭嘛，然后我那个调料我就可能放的就是随意一点，就是说没有去摆的特别整齐，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看着了，就直接就是气冲冲的跑到卧室里边，拿着枕头就冲我脑袋上哐当一下就砸上去了。我当时还睡着觉呢。那我第二天大早起给我们俩做早饭，本来就挺为爱付出的。我到了厨房一看，这个整的就是乱七八糟的。那本来我就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，那我肯定特别生气啊！我一生气，我肯定要把叫起来，就是讨论这个事情啊。你叫就叫呗，然后你至于拿着枕头，我正睡着呢，你哐当一下砸脑袋上。还有其他吗？你那天喝酒之后还跟别人抱怨什么了？说自己女朋友不好。就是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吧，出去玩每次就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特别赶巧，就每次要么就是在赶飞机的路上，要么就是赶紧收拾，有几次还延误，然后又是改签。你说火车可能说改签比较容易，但是飞机改签很难。不，那怎么能叫我故意呢？那哪个女孩出门前那肯定得洗个头吧，化个妆吧，那得搭配一下衣服吧。出门之前我也没说我就闲着在那玩手机，就故意说那个啊拖延一下，那不就是我也紧赶慢赶的吗？那你定计划的时候你怎么不再早一点？你把那个时间调一个合适一点的呢？女生知道什么时候出发吗？知道什么时候是火车还是飞机？都有，火车飞机都有误过。你都是临时告诉他们，哎，咱3小时之后的飞机。我也没有临时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你出去玩肯定需要做一些计划，什么攻略的，肯定需要提前告知的。提前多久啊？你至少提前1周。姑娘，你洗头要用1周做心理建设。那我今天洗头，我也得今儿早上现洗吧。那很多事情都要出门前现弄的，我也不是说前一天晚上我就都能准备好了，第二天早上一起门就出发，那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吧，对吧？拖拉这事儿，你们一开始相识的时候知道吗？这个事儿一开始知道，那会儿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拖拉在干什么。约会迟到吗？也会有。你能不等他你就走了吗？我刚开始肯定是等的。刚开始没这么多的怨言吧？但是你这个次数多了，肯定就是不一样。是不是不想去啊？他如果要是他爱干的事情，他绝对不会拖延。你带着他去买化妆品去，你带着他去买衣服去，你看吧，马上出门。那还干的事儿，他说也行啊，他也不说。那他就不爱干的事情嘛，他才会拖延嘛。但你们出门旅行愉快吗？也不怎么愉快吧，呵，就没开心的时候。那女方还是每次出去玩的，还是不想去。那去了吗？商量好去哪儿了吗？能统一意见吗？有一次就去西藏嘛，然后我特别想去，然后做了一些准备啊、攻略啊，提前1周的时候告诉他，然后他就特别不情愿。不是，那去的又不是别的地儿，又不是上北京说去就去，那去的是西藏，那海拔那么老高，又那么远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我到了西藏，我可能身体不适应，我出现点什么高反之类的，那多难受？那是出去玩去了吗？那我刚落地西藏就进医院了，那图什么呀？那你这事儿你就说你不想去，你这么长时间你也从来没跟我说过。那我也不知道你梦想是要上西藏啊，你也没跟我说呀。这西藏后来去没去啊？没去了，然后西藏没去了之后就去个近点的吧，我说去泰山吧。头前我做攻略订酒店这些事儿我也问过他，我说他有没有什么要求，要不要看一眼？他说
啊都行，你都看着定吧。然后等到跟前儿了，他就看到这个酒店了，就有一条差评，然后差评说是可能卫生不太好，然后他就不乐意了，就想改。我说临前儿了，你们都到清明节了，哪有那么容易改啊？不是，首先你说去旅游这地儿不是上西藏啊，就是爬泰山，我身体素质就爬不了泰山那么高的山。再说我们俩爬个泰山已经很累了啊，到了晚上就因为酒店卫生问题再休息不好，那不还是挺难受的吗？你这姑娘，你想去哪儿？对，我就想去一个现代化的、城市化的一点，再具体点，就比如说什么上海啊、什么南京啊这种地方，就是那你说呀，你安排呀，跟他说呀，他问过你的，你说都可以，你定完，定哪条都不行。那我不就是想让他就是能一下就是想到我就想上那种地儿吗？啊，你想找一个懂你的人，对啊，不用说他就知道你想的是什么。那你都相处了3年了，那这点默契也没有吗？你看我平时我也不是特别爱那个体育运动。你们去过什么南京、上海这些什么时尚化的城市旅游过吗？啊，也南京、上海别的城市去过。啊，去过大城市旅游过。啊，对。后来这泰山爬了没有呀？爬了呀，我还是最后陪他去爬了吗？这不也是啊？那酒店换了吗？酒店没有换，就是你临近假期你换别的都是满的呀。那这次旅游愉快吗？一点也不愉快。他光说他做攻略，然后这个攻略也没做好，最后那爬泰山的时候那路线也不对啊。本来我就不是特别喜欢爬山，结果就多爬了一大截，我就是累得已经不行了当天。然后我就想让他给我拍一张照片吧，然后拍完了以后我一看，我真的很不明白，把我拍的就跟那个什么妖魔鬼怪似的，越拍越生气。后来我们就是在半山腰吵上了，怎么哄也哄不好，那么多人都看着呢，反正我觉得挺丢人的。然后人家就直接放弃我于不顾了，最后还是我自个儿下的山，一点也不考虑我的安全问题。那我想拉你一块走，你也不走啊？那我不是生气了吗？听出来你们干啥都吵一肚子架，没个高兴的时候。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过周年的时候，我不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嘛，然后就头前差不多1周计划，然后就把这个事情都计划妥当了。然后第2天早上，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，给他打电话，然后微信都不回。我不是昨天熬夜，第2天补觉呢吗？那肯定接不着电话呀。你第2天你周年纪念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呀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睡啊？那我也没预料到那天就熬夜，那每一个熬夜也不是说有计划性的，我今天就要熬个大夜。你熬夜干啥了？看小说。哦，嗨，我以为什么单位加班啊，没办法熬夜。女儿说我看书，看小说，看小说。对，然后不是姑娘，你对于第2天你们的周年的这种仪式化的没有期待吗？我觉得我挺期待的，但可能就是期待的睡着了，确实熬夜熬得太晚了，一直看到凌晨4点，就是再怎么期待，他也是醒不来，起不了床呀。那你下午醒来总得回个电话吧？你们这周年当时过上了吗？没有过上，我当时在外边等了差不多1上午的时间，然后天也特别热，然后最后给他打电话，微信都不回，然后我就特别生气，然后东西就扔边上就走了。啊，你还准备了礼物？对啊。最后我连个礼物都没收到。那你觉得没收到礼物这事儿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问题啊？我觉得我们2个都各有问题吧。他的问题在哪儿？那你没等到我，你就拎着东西回去呗。他等了1上午。对啊，那你等1上午还没等到，你就赶紧回去呗。那我这肯定是发生了一些持续性的事情。他要是不等你回去了，这是不是问题？他是不等我回去了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。哎，明白了，停。云龙老师，我问个问题啊，如果你给你的女朋友打电话，她不接，本来你是定好了今天要有一个活动的哈，您的反应是什么？我肯定是很担心。对，担心，对不对？很担心。哎，可这2个小年轻都没有这个意识。一个说你应该回去，这个就走了，你不担心出点什么事儿吗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小伙子也不担心。刚才听半天都是女生要求这要求那，是吧？这个不满意，那个不满意。你有什么要求吗？就是你们商量过什么事儿是你想做出的主张？就是别让他那么强迫，别那么拖了。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，我跟他说想养猫，就死活也不同意。首先他养猫这个理由我就觉得不太成立。他说工作压力大，需要养一只猫来排解。
那我觉得你有一个女朋友，不就是排解你工作压力的一种方式方法吗？再说你又知道我有点洁癖，有点强迫症，你还非要弄一只猫在家里，那不成天就是逆反心理，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？哎，女生，你刚才说的第一句特别好，你说他有一个女朋友就可以帮他缓解工作压力，在这方面你做了什么？我觉得我就挺帮他缓解工作压力的。比如做早饭，早晨把枕头扔在他的脸上。那我扔他之前不是还为他做了早饭吗？你看我说做早饭，那然后是为还有什么事？爱付出。那我不是他非要爬泰山，即使我不乐意爬泰山，我也陪他去爬泰山了吗？那你不也跟他吵了吗？那如果没有后续的事情，我也不会吵，也不是说我为了爬泰山你不勉强自己去陪他爬泰山，不也就不会吵？那我这不是也想帮他缓解压力才去爬泰山了吗？啊，那如果泰山爬得顺利，这不是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？没准我还以后就爱上爬山了呢。我明白，就是我想替他缓解压力，虽然我每次执行过程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伤害，但是我真的初心是想替他缓解压力的。虽然你看我初心多好，给你做早饭，虽然结局是拿枕头打你。我初心多好，是想陪你去爬泰山，虽然结局是各自下山，我蹲地上不起来，就是初心很好。你觉得你给他带来的压力多还是安慰多？我觉得安慰比较多吧。我觉得产生的压力也不是说由于我一个人就导致我就蹲地上不起来，那也是不成立的。那肯定是对方也有过错，然后我们两个都产生了摩擦。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压力多还是困扰多？压力更多一点，尤其是在特别累的时候，就还要去做一些那些有的无的事情。你看这个感受在每个人身上哈，女孩觉得我挺付出的，男孩觉得我就挺有压力的，还有点委屈。这个女生对男生听起来挺不满意的，也没有说不满意吧，就是说，我就说为什么不理解我？就是很多事情，你只要站在我的角度上稍微想那么一下，就不会有后续的摩擦了。那还有啥让你觉得他特别不理解的地方？我妈妈也不是很喜欢他吧，就是交往了这么久。首先你这个逢年过节的，你也不说去看望一下老人啊，唯一去了那么一次，你还两手空空，这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吧？那他去看了一次，你妈对他什么印象？不好呀，一点那个人情世故也不懂，也不太会办事儿，然后觉得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上进心，就是未来前途也比较渺茫。这个没上进心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可能是没拿东西。我妈出于人生的经验吧。人生的经验。看这小伙子长得就像没上进心似的。有可能吧，反正就是觉得。就是一个人，就是你但凡是有点想做出一些事情，你肯定是比较有想法、有主见那种，你肯定就该知道怎么和人来事儿，就不会两手空空的去拜访我妈。就落在了就没带礼物去。我去，我也给你带东西了，不就是？那我是我，他是他。不是那天能详细讲讲吗？那天发生了什么？他过生日，然后。我是从别的城市过去，然后就拎着蛋糕和花去找他去了。当时也没有说就是去他们家吧，就是恰巧碰见了。你说就是让上去，碰见谁了？碰见他的妈妈了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这次不是刻意的去专程去拜访他的父母的。对。哦，这个你有没有之前跟他说过呢？哎，这个时刻我的父母在家，你要怎么样？那这个事儿还需要我再指点的话，那要一个男人有什么用呢？那事我还都教他一遍呀。你去看过他的父母吗？没有呀，人家父母也不邀请我去看，我干嘛过去呢？他去你们家是你妈妈爸爸邀请的吗？也不是啊，但是你都明知道你今天会到我们家楼下啊，你还不上去就是放点东西，那也太不合适了吧。他是要去你们家给你过生日，还是邀请你到你们家去接你出去过生日？接我。所以这次不是专程去拜访你父母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你都到我们家楼下了呀。哎呀，行，能这么顺便看看你的父母吗？有这么随便吗？那怎么能叫随便呢？啊、那你都到了家楼下了，你不说上去拜访一下，那也太不礼貌了吧？他没有做拜访的目的，也没做这个准备。你让他上去，他说我没有带礼物，怎么就是因为想不到这点，所以我妈才觉得这个人为人处事有问题的呀。姑娘，你有你的逻辑啊，你有你的坚持，还有什么不满的？你说这个头疼脑热的，对你照顾的怎么样？刚开始谈还行，也是比较殷勤主动的。然后就工作以后我有一次就是肚子疼，中午跟他说我说我肚子疼，那个下午得陪我去医院啥的。结果人家跟我说我得跟朋友吃饭，稍晚一会儿。
然后结果我就一直在等他，等左等右等也等不来。我给他发消息问他，就是怎么还不来？他说还在吃饭，还在聚餐。你有事儿的时候，你就是简单寒暄一下，你就赶紧呗。再说我这儿啊，疼的挺难受的，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医院，人也没个人陪我啊。你在那儿跟你的朋友联络感情，那咱俩这感情，你还准备联络吗？以后不是说这事儿赶到这儿了，我也不能说啊，你赶紧走吧。就是我女朋友就是肚子疼，我得跟她去趟医院。怎么不能说呀？为什么不能说呢？那人大老远来了，我也不能撵人家。突发了事件，你的恋人病了，人家也提前跟我说了，我这好长时间没见了，我撵人家多不合适。来问问我们这个年轻小伙子，跟你差不多大，我看啊，来这位先生，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感觉这小伙子做的没错。有支持你的。我觉得真的这两个人啊，第一年轻，你们中间的这个默契度啊，几乎没有啥默契度。我听了好多的头里边这几个都没有啥默契度。其实我更希望你们两个人往后走啊，能够走到什么亲情啊，就这种互相彼此都离不开，互相体谅，互相尊重，还有责任心，都应该需要加强。尤其是男方这边一样。其实刚才说他肚子疼，然后我的角度的话，那肯定是女方肯定是最重要的。俩人还想在一起吗？我觉得他这个毛病改不了，我觉得没法在一起。但是我还是要说句实话啊，你们二位社交模式不同，他就喜欢出去喝酒去，我就希望不管他怎么社交，他都以我为中心。到了楼下就得上来见我妈，哎，咱没说好见你妈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社交模式不同，你们两个娱乐模式不同。他一来就名山大川，我这儿就想去现代化城市。你们两个娱乐模式不同，你们两个生活细节的要求不同。他可以允许那些调料瓶子摆不齐摆一夜，他睡挺香，我受不了。彼此又不能在小事儿上允许对方有自己的空间，那么你们二位是不是要继续？如果要继续的话呢，勇气可嘉，但是你们要面对天天这种小摩擦，慢慢来，且着呢。其实你们俩相处到今天啊，我觉得不是说谁的问题大谁的问题小，是你们是两个完全希望按照自己方式生活，完整我们个人感受的两个很像的人。3年了还没有磨合成说我们彼此退一步，知道我女朋友就爱干净爱整齐，咱为了避免小冲突，虽然咱不喜欢，咱也尽量去做一做。女生也没有调整成说，哎，我男朋友就是这样一个状态，那他半夜喝酒回来了，我是不是能问一句难不难受，我给你盛碗汤熬个粥。你们俩都没有为对方去退一步，所以如果还想在一起，请彼此退后一步，才有机会真的在一起。其实我挺心疼这个小陈妹妹的，因为小陈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自己，但又特别渴望自己被别人喜欢的女孩。她不会看到她得到的是什么，她看到的是她没有得到实现满足的那部分是什么。她对于这个不被喜欢的自己特别的恐惧和悲伤，所以她要用外在的完美来去证明我的不被喜欢不是真的。可是不管是小王还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，所以小陈，如果你不喜欢你自己，那你总能在你身边的人身上看到他对你的不尽人意。而对于小王来说，一个25岁的可能被妈妈照顾得很好的一个男孩子，所以他还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爱情不是彼此的享受，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的在最困难的地方的支持和包容。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真爱，只是校园的一场孤独的陪伴，那或许也不必勉强。其实我觉得你们俩真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。小王要思考一下，你真的爱这个女生吗？小陈，你要思考一下，她真的懂你吗？真的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吗？你明明不想去某一个地方，你不直接说，你希望他能够懂你，所以他一旦不懂你呢，你就会拿出拖延呀，各种理由去推掉这次活动，但是你又不得不去跟他做，为什么？
你想让他懂你，并且你想在他心目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。包括你，即使你忍着痛，要等他送你去医院，不是你不能去，而是你希望他在这件事情上，他能够体现出他的价值。还有，明明他是来接你去过生日的，是件好事儿，可你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在你的母亲面前呈现出他的那种价值感，你都没有得到你想要的，你又不是太善于去表达，这个人不懂你。我觉得你可能要听听你母亲的话了，但并非不是他不上进，而是他真那个心里啊，没有想去了解你的冲动。男生啊，很难让我相信你真的爱这个女生。当女生生了病，你却还在能够坐在和朋友的这个餐桌上，我觉得你不爱她。如果你真的心里没有她，走是最好的。就这样。那我们请2位先下来休息，我们听听这对嘉宾有什么样的困惑。来，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李先生30岁，来自山西，待业；宋女士24岁，来自山西，家庭主妇。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呢？你觉得你们之间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？他没有给我足够的情绪价值，我生完孩子之后，他对我不闻不问。我现在上班已经很累了，回来就想歇一歇，根本没有那个精力啊。不仅不管我，连孩子都不愿意主动照顾，我还跟他过什么？我在上班，他在家里连孩子都照顾不到吗？反正我觉得他这就是态度问题，哪有他这么不负责任的人？每次想解决问题，但是他总冷暴力我，每次都是我在忍让，现在我不想再忍让了。你们是夫妻俩？对。哦，这结婚多长时间了？结婚3年了。3年了，有娃吗？有，孩子1岁多了。这遇到啥困难了？就是我俩经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吵架，然后让我感觉到非常疲惫，有时候吵架吵得我都想离婚了，我都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开始结婚就是个错误。哎呀，这么严重！啊，这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呀？当初我们俩是通过相亲认识的，也算一见钟情吧，然后就相处没到半年，然后就结婚了。一开始还挺好的，相处的时间久了，问题就暴露了。我在坐月子期间嘛，因为生完孩子嘛，用激素水平下降嘛，情绪就波动的比较严重一点嘛。他就是晚上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呀、喝酒、打台球，然后就把我孩子扔在家里，半夜了都不回来。我就觉得他很不负责任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月子期间，你都不能理解我一下吗？那咋就月子期间这丈夫你就不守在自己妻子孩子身边啊？因为那时候我不是上班嘛，比较就是辛苦一点，跑车，然后是回来就是1个星期，他不能在家里待2、3天，然后我回来我说是当时我妈也在，然后我说我妈在这儿就替他就基本上就照顾好了，然后我也没说是像他说的天天每天出去晚上出去喝酒打台球，我这白天在家里就是在家里陪着他，然后晚上就是我出去的时候我还跟他申请一下，我说我晚上出去喝点酒，我说你看你行不行？他说可以，然后我才走。我跟他说，哎，你2个小时之内回来。但是2个小时之后呢，给他打电话他听不见，然后回来他就找各种理由借口，说什么手机没电了，手机静音了，然后没听见之类的话。是月子里是吧？对。我也挺及时回家的呀，我也没有说是他说是12点之前回来，我就必须过了12点之后再回来呀。咱统计一下啊，月子嘛哈，这个女性母亲比较特殊的一个月，很辛苦，然后激素水平又发生变化。那咱统计一下这1个月30天哈，这丈夫回来了几天，又有几次出去吃饭喝酒？我这1星期是在外面最少是待4天，在家里只能待2、3天左右。这2、3天你有几天出去喝玩？差不多有1天到也就是2天，最多2天。4天在外地，回来3天。3天白天陪着老婆孩子，3天当中有2个晚上是出去玩的，是吧？也还好吧，还好吗？他也不是机器人，他难道不需要一些自己的放松吗？关键是我在月子期间呀，不是，那也得分时候啊，这是月子里啊。但他白天不在家陪着呢吗？他白天在家。你们男的咋这样啊？月子期间你1礼拜回来就3个晚上，还2个晚上出去陪人去，那饭换我也生气。3个白天不在家里，你白天在家里是干啥？对，白天就是在家里陪着他呀。他白天在家只会玩手机呀，从来也不过去主动和我聊天呀。他明明知道我情绪不好，也不会主动安慰我呀。毕竟我给你家生了个儿子嘛，你来一点点
就是可怜你老婆的心都没有吗？所以你白天是在家里玩手机，不是陪她。我是在家里玩手机，是玩手机，但是我陪她的时候，我是在她旁边，我跟她聊天就是说不到3句话，她就要跟我吵，我在害怕吵着孩子。与其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在她旁边坐着，她只要见到我就行，我只要不离开她视线就可以。啊，对呀，那你晚上也出去太多了呀。就我确实听到这个，我个人观点，我挺上头的。这仨晚上俩晚上出去玩，我坐月子这么辛苦，这么难受身体，对吧？产后激素水平啊，包括你是剖腹产还是顺产呀？顺产。哦，顺产还好一点，它整体都是个很不舒服，需要爱人陪伴的时候。你说我累，我得出去玩，你就坚持1个月就咋了呢？对呀，我生孩子更累了，我也没说我要出去呀。虽然陪伴在我身边，但是你也得时不时的跟我说话呀。我跟你说话，你也是爱答不理的。他对孩子好吗？说到这个，我更来气，他对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职责也就算了，他也没有当一个好爸爸。就是我和孩子在家，就是我每天照顾孩子，然后又要做家务，让他照顾一下孩子，他总是等一会儿。都是嘴上答应了，然后不行动，要不就是抱着孩子，孩子哭了，他就会说，哎，孩子哭了，快去找妈妈。他从来不主动说哄孩子呀，去引导孩子，不让孩子哭。他哭了之后，他要找你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那你不会哄他吗？你可以给他一个玩具呀，引导他呀。我也在哄他呀，我也给他东西了呀，给他东西，但是他不要呀，他就是要找你。那就是因为你陪伴孩子的太少了呀。那我也得上班啊，我上班回来我也没说不陪他呀。你先生挣钱吗？他挣钱。挣钱给你吗？是你管钱吗？我的钱都是他管，然后他会给我。对于家庭开销，你和儿子的开销，他大方吗？挺大方。那这算好爸爸的一个衡量标准吗？我感觉当一个好爸爸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嘛，需要的是陪伴，需要一个快乐的童年，不能说哎，我是爸爸我就只给孩子钱。你们家孩子现在几岁？孩子1岁吗？孩子1岁。对，1岁的孩子主动追爸爸的情况多，还是主动追妈妈的情况多？你有了解过吗？就是反正孩子就是不爱跟他玩，他每次就抱着孩子。他没奶呀，他有奶，他肯定也跟他玩。不是说吃奶去找他吗？他可以有别的换尿布呀，这些你也可以帮忙做呀。因为我家这个我妈对他这孙子也亲嘛，基本上就是他跟我妈一直在一起。然后我孩子这边就是换尿布了，或者是就是吃奶粉了什么的，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人家就直接就给干了。对，这个兄弟说的是，我都插不上手。对，因为咱那好，那你在家里干什么？对啊，我在家里就是去卧室里面陪他，然后是抱孩子，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也心疼呀。可是我抱到手里就是差不多能抱10几分钟吧，那就哭的就不行，我也不能一直看他哭呀，我得撩他呀，我逗他人家也不行，然后我就给他。他哭了你都不会哄他，你说你怎么是个好爸爸？那我哄他，问题是他不听，他太小了，我哄他听不懂，他不听呀，那我怎么办？他1个星期4天不在家，突然间回来，一个陌生的男人抱起这个儿子，那个孩子就等于突然间陌生，因为他还不形成常识记忆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，总是遇到一个陌生男人，诶，又是什么一个胡子拉碴了，把我抱起来了，所以他就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。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小宋来说，其实就这个你需要也给他们更多的耐心。就是有一段时间，我婆婆因为一些事情，去外地了嘛，然后家里就我和她2个人嘛，然后她那段时间，就是也不帮我做家务，我还以为我婆婆走了，她可以担起家里的责任嘛，帮我分担一点家务啥的。哎，她居然没有，和以前一样，还是每次吃完饭都坐在那儿不动了，等着我去收拾。然后还有就是我在哄孩子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说孩子坏了的尿布他顺手扔了，洗完衣服他也不会说主动去帮我挂一下，每次都是我叫你，哎，老公你帮我搭下衣服，叫几声他可能会说好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等我哄好孩子了，过来之后才发现衣服他没晾，然后我就特别生气。我也没有说是什么都不干啊，我要的是你的主动干和我要求你干。那我也主动干，我一拖地你说你这地拖的就不行，都不怎么不干净，我感觉我拖的也挺干净，你就说不干净，但是你主动做完之后，他不落好呀。那你做不到我的心坎上。他到底是不做，还是做不到你心坎上？他做是做，但是他也有时候做不到我的心坎上，我看了反而更生气。就像他洗个碗，他只会洗碗，他不会顺手把那个洗碗池给擦了，然后我看见我就非常生气。不是，那他大头做了，你把那小头稍微最后收下尾，这个不行。
我就感觉这就是一系列的活呀。我感觉洗完碗顺手擦一下很正常的事儿呀。谁定的这一系列的活儿？就你们刚才2个姑娘都这么言之，这不就应该怎么样呢？谁定？我定的。那你定的，为什么他就必须得心知肚明？因为他是我的丈夫啊，他对我的喜好都有了解呀。你爹都不一定对你的喜好有了解，他为什么才跟你半年就结婚了，然后他就得对你？因为我生了个儿子。哎呦，了不起了嘞！因为我生了个儿子。对呀，我为你家做了那么大贡献，给你生了儿子，你来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这事儿很重要，我要生了一女儿，我可能就温柔多了。不呀，我给他家生孩子我就做的最大的贡献。要是他家，那你为什么反复强调我给你家生了个儿子呢？因为他家一直都想要个儿子呀，我正好给他生了个儿子呀。所以咱们贡献特别大，对吗？对呀，我给他家生孩子就贡献特别大了。哎，这一直说婆婆在跟着你们生活是吧？这婆媳关系怎么样啊？我和我婆婆挺好的。哎呦。哎呀，这算听到一好事儿。我每次想吃啥，然后他都会主动给我做好。比和我老公关系都好一点。那你要比如说和你老公发生一些这个小矛盾、小冲突，会当着婆婆面吗？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住了，可能就会。那这个时候婆婆会怎么弄？怎么处理？这时候婆婆也会向着我说话吗？哎呀，她好幸福哈！那婆婆怎么后来不跟你们一起住了，还是怎么样？她因为我家里她还有个弟弟嘛，因为我小叔子要结婚嘛，然后她出来工作了。这1岁多的小孩，那平常要头疼脑热的，这个你自己带着去看吗？还是你们怎么处理啊？他更不靠谱了。有一次我孩子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嘛，得了肺炎，高烧不退嘛，我和他就是抱着孩子从凌晨12点排队到早上10点多，好不容易挂上号了嘛，因为那个要化验，然后化验结果出来之后呢，就是情况有点不乐观嘛，医生就想着让留院观察嘛。当时住院要交2万块钱的那个押金嘛，他却拿不出来，我们就回到老家给孩子治疗了嘛。开大车没攒点积蓄吗？谁管钱？我管钱。他虽然说是干长途代驾，他每个月挣的钱光够我们生活开销，然后攒的话也没有攒下多少。所以这是一个客观情况啊。那你生老公的气干嘛呢？是因为我就觉得人家都可以过得更好，为什么我嫁个老公，孩子生病了，来2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呢？这是你3年前就应该想的事儿。你老公3年前和现在应该区别不大，所以说这是你选的男人，就得认可现在的现实生活。所以我就一度怀疑是不是我们俩开始就是个错误呢？哎，你这还有个思维上这个逻辑啊有点混乱。后边就是孩子回家之后。过了一段时间好了，但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过敏体质嘛，体质比较差，后来就得了那个轮状病毒了嘛。然后他那时候在外地出差嘛，然后他告诉我，他说可以陪我和孩子去医院嘛。当时家里就我和他奶奶2个人，我又惯孩子也没办法去医院给孩子挂号嘛。然后他奶奶只能就是去医院给孩子挂号排队，好不容易挂上号了，他临时有事儿回不来了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孩子病已经好了，我就感觉他一点也靠不住。他有什么事儿？我上班啊，我上班挣钱啊，那加班那临时加班那我说了也不算啊，那老板打过来电话我得去啊，如果不去的话，那这工作就没了呀。他在外边挣钱，这不分工挺好吗？但是他临时有个加班，那他不得挣2万块钱吗？要不那2万块钱挣不回来，你不是又跟他急吗？但是他怎么做都不行。孩子了呀所以姑娘，认清现实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是让他出去挣钱，还是照顾孩子？别2头你都生气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但是我就感觉这工作比孩子重要。那你娘家人关键时刻不能搭把手吗？我是远嫁嘛，然后我娘家人也不能及时赶过来嘛。但是我那天给他打电话了，他正在赶来的路上嘛，因为距离比较远，他需要时间嘛。你妈妈是吧？对，我妈妈和我爸爸都来了。哎呦，我觉得你真的，我听起来好幸福。婆婆跟你关系特好，从来不生气，你俩吵架向着你。你老公的奶奶那么大年纪了，跑来还帮你挂号是吧？然后再不行，你爸妈从老远地方还坐车，2人都来。那这除了带孩子，你们有矛盾？你们俩相处的怎么样？除过孩子的事儿？有一次就是我过生日嘛，我想让他给我准备个惊喜嘛，然后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脾气特别冲，然后就在我俩沟通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气儿撒到我身上了。他当时生日的时候，因为我是记差日子了，你老婆生日你记差日子了？因为那2天我事太多了，当时是一直跑的长途，
我那意思就是尽量跟老板说说，就是尽量让我跑这个短途，就是300-400公里。这个细节就是你跟你老板反正吵起来了，对吗？对对，吵起来了，正好是赶上那时候就是气大，我不是在那边那个卧室躺着吗？他直接进门就一脚就把门给给踹开了，意思就是我在外面打完电话也不理他，也不怎么着。就是你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我说我怎么知道今天什么日子？啥日子也不是，也不过年也不咋的呀。对。然后我俩就开始吵着，孩子就醒了嘛。醒了之后，我抱着孩子嘛，然后他就特别生气，把孩子从我怀里抢走，然后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：“滚，你给我滚出这个家！”他明明知道我是远嫁过来的，在这儿来一个朋友也没有，他居然让我滚，我感觉非常寒心。然后我没办法，我只好在离家不远的小公园里坐了2-3个小时嘛。然后他在这3个小时之间，他也没主动找我。然后后来我是因为担心孩子嘛，然后就回家了。到最后也没说明白他今天生日呀。哎，但是这件事情证明了一点，你是可以一个人带孩子2-3个小时的。你老婆出去到了街心公园坐2-3钟头，你都不带找她的，孩子在家，孩子这时候是你带吧？不，我带不了。那谁带？我妈。你为什么敢把自己老婆轰出去？因为那时候在气头上。因为你妈在家。对，他因为你知道把老婆轰走2-3个小时，咱们家娃有人照顾，对不对？所以家里有老人时候还能过，家里老人不在了就来我们这儿了。我还没讲明白吗？他就是一个妥妥的爸爸。你们就是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结了婚，你们结婚以后所有的矛盾冲突，所有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，全是家长。他每次说我不考虑他的情绪价值，可是他有的时候他尊重过我吗？出去喝酒，我是带上他去聚餐。你像喝了酒之后，都不是男人嘛，之前都是爱吹点牛。当时就在那说李哥，你这就是每个星期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请吃饭，你这挣下钱了，这挺有钱啊。他这就不愿意了。你哪个眼睛见他有钱了？那你看他现在过成什么样？你看你自己，然后反正说那话可难听了就。那我觉得真正的朋友说这几句话应该没事儿吧？除非你交的就是狐朋狗友。我怎么交的狐朋狗友了？他这一说都冷场了，满桌子人都瞅他一个。那肯定啊。这啥意思呀？这是？你月收入多少？我一个月就是大概就是在6000左右吧。那花在这种应酬或者叫非必要的这种支出方面，大概是多少？我不去饭店吃饭呀。我2个面包3块钱，我就完了呀。我说的是非必要的支出。他那意思是他把平时的饭钱给我攒下来，我请朋友吃饭呀。然后请朋友吃饭。不是，那不行。你既然能够省自己的这个口粮，你省出来是为了你跟朋友之间的这种交往，这就是不对的。你省下应该第一考虑的应该是家里啊。他已经把全部都给家里了呀，省点钱自己娱乐一下不行吗？我弱的问一句。好问题，因为我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点上关注呢？你看咱们赞助商叫广电汇家，这个汇是智慧的慧。现在诚然，刚才听到你们说2万块钱的住院孩子住院的押金都交不出来，我觉得这个生活已经到了什么？需要你们精打细算，2个人要好好合计合计了。此时，白老师。杨老师，那他省下这个饭的动作，是为了说我跟朋友们更多的应酬，还是应该多去想想家里的那些事儿？咱们广电赞助商的这个 slogan 啊，有4个字特别好，叫共享欢乐。你们欢乐得共享啊！老公，你想的是省那点钱，是自己和朋友能够欢乐欢乐，也不过分，但是。共享这个共字很重要。我每次就是我跟朋友吃饭，我邀请他，不是去，但是他不去。对，为什么？人家不觉得，因为他去了不开心，因为他脑子里时刻想着2万块钱孩子的住院押金交不起，你去掏钱请朋友们吃饭喝酒，他不愿意，他心里疼，这你能理解吗？上回孩子住院那2万，最后谁掏的？没有掏2万，回老家了。回老家治疗了。回老家了。对，回老家是谁的老家？回到我那儿了，山西运城。山西运城的医院不要钱，我们当时有社保卡。哦，用的社保卡，明白了。我怎么听说还有这个兄弟帮忙也产生矛盾了呢？对，你像就是上一年孩子不是伤2次病嘛，然后就是我们2个就过得不是太那啥。他孩子要是不生病的话，就是大钱拿不出来。就是小钱手里还能攒点，就是吃喝肯定是没点问题。然后孩子一生病，然后我们2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说难听点，就是快断粮了。然后我老妈就是看着就是有点就是心疼，问我弟说你手里没有闲钱，想给你哥拿点，你哥现在手里就是过得比较困难点。当时我都不知道，直接就是给了他了。
给他转了2万块钱，他也不跟我说。我不是弄那个游戏嘛，往游戏里面充这个装备，运气好的话抽这个，如果好装备的话，可以折换成人民币，赚点外快。那怎么了呢？动这钱了。当时我身上没有钱嘛，我说拿他手机给充一下。我一看，他手机上我说怎么这么多钱啊？就1万多块钱，小2万。我当时我们俩加起来也没有这手里都超不过3000块钱，怎么这么多钱啊？我就问他，他说我弟给转的，他要给转了2万。我转2万，要是能不用的话，尽量就别动人家钱了。然后他说他给他妹转钱了，他妹不是上初1嘛，年纪太小，你给他转个几十块钱、100多块钱、200块钱，就是零花钱，这很正常。他给转出去5000块钱，你不跟我商量？干啥？一初1小孩要转5000？零花钱，他零花钱5000的零花钱，因为你们家是没有钱了，对，所以找人家借给你的钱，然后你转手把1/4给转给了你妹妹做零花钱。这男方1个月的工资才挣6000块钱。这呀，我觉得我作为家里的老大，有必要帮助妹妹呀。咱能先把咱自己家过得有智慧吗？但是我妹妹有困难了，我也得帮助呀。她什么困难？有时候要买学习资料啥的，她找我要，我总不能说，哎，我没有吧？你们家孩子看病2万拿不出来，你给你那小妹妹零花钱买零食、买玩的，顺带买一些学习物品，要花5000呀。这幸亏这钱那是别人借给你们家的钱，幸亏你们家钱不是你管，你没有这个能力去给到你妹妹这么多钱的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即便想给，你认为那在你的价值系统里那就是应该的，那请问你跟你先生商量了吗？那毕竟是你们2个人借来的钱，你商量这么大一笔资金的走向了吗？我觉得我小叔子把钱给我，我就有权利支配这个钱，而且我每次转的金额都比较少，也没有理由跟他说呀。你多久转了5000？用了多长时间？半年左右吧。半年你都没告诉你老公，小叔子给了你2万块。我就觉得给了他，他也要花，所以我就还不如攒着。这孩子也1岁多了，这个家里边也经济也挺紧张的。这女方想过出去工作吗？也赚点钱？想过，我最近就是想把孩子就交给我婆婆管，然后她就觉得吧，我就应该在家带孩子，然后就是必须做好一个就是家庭主妇的这个角色啊。她不让你出去上班？对，因为她想要个2胎，我不同意，我就想着还要2胎，现在是时候吗？你像我这个就是家里不是兄弟2个嘛，我这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就是兄弟可以帮一下。我不希望就是以后就是等我孩子大点儿。然后我们2个就上了年纪，孩子结了婚之后，他照顾2家父母4个人太累，就是有个兄弟帮衬的话，他估计要轻松的很多很多。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经济状况不适合生老2呀。他考虑的不是经济状况，你婆婆今年还干得动吧？你婆婆是多大年龄了？能问一下吗？50啊，那怪不得呢。啊，身体是不错。其实你们俩还真应该好好商量，就是从这个婆婆能帮衬这点来说是可以。但是你们的经济压力可真是翻倍啊！我们小王和小陈什么感受啊？我觉得这个男孩就是方方面面都没有做好。你看这1周，他竟然要出去4天，不能回家去工作，结果在事业上你连2万块钱你都没掏出来，说明你工作也没有做到位。那你在生活方面呢？你连老婆的生日都记不住，那说明你这个。在生活对老婆也没做到位。那你作为一个爸爸呢，你这个孩子你也看不了，你也不会看，你说明你在父亲这方面你也没有做到位。你说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讲吧，他这事业也不行，生活也不行，就是方方面面都很失败。来吧，老师们给一些建议吧，云龙老师。真的，我还是希望2个人，刚才我说的是，确实是组合在一起有点唐突，互相对方的了解的还没有那么深刻，然后就一见钟情嘛，啊，这个也是好事其实。但是呢，2个人想往后走的话，互相呢都有各自的责任，因为你们是一个家庭，它是一个组合，男方上外边主外，女方就是主内，对不对？就是把功啊都分得清楚了，都是一起积极向上往好的方向去走的。我认为他的家人真的对你们这个家庭帮助真的太大了，很难得，应该珍惜。2个人互相的再去了解，再去体谅，责任心各个方面都应该去加强一点，为了一个家庭，还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为了自己的宝宝，积极向上。李先生，哎，您觉得
您的妻子跟您的妈妈他们没结月子愁，您觉得这事儿普遍吗？我感觉也不是太普遍吧。你觉得你有运气吗？我感觉我的运气占了80%，不错吧？知道这是幸福吧？对，宋女士，你觉着有这么一个只帮忙不添乱，能容忍你在家里踹门的婆婆，你觉得是运气吗？是，我觉得是运气。你觉得有这么一小叔子是运气吗？是。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从你们家到这儿来帮你们，这是运气吗？是。你们俩弄明白了吗？你们俩现在的生活运气多好，你们两个的幸福就差俩字儿：长大。你们俩现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儿，算账。两口子一个月一共多少钱？咱把这钱多少花在哪儿，算这账算明白了。然后呢，你再去想，背着老公给自己妹妹5000，这事儿应不应该？您呢，再去想，我儿子2万块钱住院费我都拿不出来，我还天天在外头给人家打肿脸充胖子，这事儿还能不能做？另外呢，关于什么往游戏里充装备的事儿，您觉得您在这事儿上运气能有多好？能好多久？因为这个游戏我也不是说是每天都在充钱，或者是隔10天半个月在充钱啊。我算过充多少了吗？算过。够2万吗？加起来差不多多了。哦，原来不给这游戏充钱，咱们家儿子去医院有住院费来着。所以回去第一件事算账，而且记住了，惜福。你们俩这婚姻，你们周围的人做的都特别好，这是福气，就差俩字了：长大，长大，好吗？我觉得你俩啊，压根儿就没过日子，过啥日子了？钱整不明白，孩子带不明白，还想生2胎，这生娃是干啥呀？先生，就传宗接代养老的吗？生他不用去陪他教育他，给他创造好的条件吗？一个孩子生病都拿不出来住院的钱，2个孩子，你要把你爸你妈你弟怎么着耗干了耗尽了？2胎我建议先不要，行吗？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把家里的账算清楚了？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老大怎么带，老二怎么带，父母帮衬着，但是你们是带孩子的主角生力军，不能靠老人，他们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呢，对不对？盘算好日子，再往前走下一步。既然选择了婚姻，就要1负责任，2有规划，3彼此支持和鼓励。希望你们能真的把日子过到一块儿。刚才雷老师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问题，我生儿子了。这一方面是我们在传统很多一些保守的文化当中觉得，哎呀，生了儿子了不起。另外，在当今2024年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如果一个女人依然以她生了儿子作为她特别大的一个价值，那你想想这背后她得多没价值。所以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我只有生了儿子才有价值，而我这时候我先生让我滚，他其实是映射了你自己内心的无价值感。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幻想当中把自己想得那么的大，又对于男人有那么多的过度的理想化，把他们也想得那么的大，那你就一定会去贬低他们，用贬低他的方式来去维系自己内在的夸大感。所以小姑娘，我倒挺建议你的那个想法，出去打工，到这个世界看一看，走出你那个2个小时的天涯漂泊的感觉，或许你就能知道原来你拥有的是多么的有价值。谢谢2位。你们俩现在日子啊，我认为没有过到一起去。当你们夫妻2人在一件事情上有各种分歧的时候，没有共同目标的时候，矛盾自然就来了。所以我们不妨把要2胎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，但我们要实现它，我们需要做到2点：第一，知足；第2，知不足。知足是什么？夫妻之间要知足。你们明显存在着不认可对方的迹象，不够尊重。女生觉得老公你就挣那点钱，你没用，
还当着众人面前表露出这种状态。老公说你走，忽视了她作为母亲的重要性，对吗？她离得开这个家吗？这家能没有她吗？是不足。你们身上有太多的不足了，最大的不足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，不知道规划你们的生活。明明孩子的住院费交不起，你能请客吃饭，你能给妹妹5000块钱的零花钱，谁会过这个家？你们都不会，你们就依托有一个好婆婆，有一个好兄弟，但是这是你们自己的家呀，我们要智慧的过自己的家呀，我们才有可能让现在的大宝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同时我们在规划二宝的到来，对吗？做到这点，你们家自然就能够幸福，并且能共享欢乐。好，听完我们情感疗愈团老师们的一些分析和建议啊，那我们这2对情侣啊，这对夫妻，你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是继续携手前行，还是今天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？我们先请2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边来，有请2位。老师们觉得我们这第一组啊，这个小王和小陈他们会出来吗？情侣，哎，这有很多种可能。你说他俩会一起出来吗？你就继续好吗？还是说算了，我们不合适？我觉得悬了。我觉得悬。白老师，我觉着那男孩够悬。第一对儿我估计一起出来的可能性不大。那云龙老师看好吗？我看好第2对儿，我希望他们一块儿出来共同努力。就也不看好第一对儿。第2对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就是2个长大的孩子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看第一对情侣他们的选择是，请开门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一对情侣他们的选择是，请开门。哎呦，没人了，没人了，没人，这还真是哈。你看都被你们说的吧。没有你吗？但是我们确实保卫的是爱情，他俩不适合不在一起也是好事儿，在寻找爱情嘛，这是好事儿，对，好吧？那这还毕竟还年轻，对，那这还有机会。第2对应该没悬念了吧？没悬念，肯定没有，是吧？这么好的2大家庭，你们要不好好过，我觉得对不起，这是吧？我们的期待。来看看我们第2组嘉宾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啊！吓我一跳！哎，这手不牵着是什么意思呀？拉着手，拉手啊！这男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来，所有老师看你们2人出来都，包括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真的，希望你们2人会越来越好啊！那你俩得说2句，我们都这么祝福你们。我希望就是我们2个以后就是可以互相包容，可以互相理解一下，不用就是太把自己当一回事，要个多给彼此放点心里。对，晚上少出去跟人家喝酒吃饭，对，这个多在家陪老婆，共享快乐时光特别重要哈。这妻子有什么跟丈夫说的？我以后肯定会多理解我的老公，然后他在外面挣钱也不容易，我们俩肯定以后会为了我们的小家而努力的。对，算和好了吧？我八卦一下，有没有刚才探讨那个2胎的事儿？要还是不要？要女生啊？要还是不要？要还不要？要，这现场报一个。这是一个目标，这是对，这是目标啊，不是说现在就要。行了，互相多体谅，多加油，在一起。年轻夫妻其实磕磕绊绊很正常，我们彼此感恩，彼此珍惜。我相信你们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，好吧？好，肯定的，要不然中国就是夫妻相嘛。我觉着啊，就是媳妇儿多夸老公，一定要多夸。好男人也得夸出来的，好女人是哄出来的。然后这个先生听雷老师的话，晚上少出去，在家，但是在家不能只抱着手机，一定要抱着媳妇儿。那手机还得不抱怎么有？不抱着媳妇儿哪来的2胎？好了，祝福你们2位啊！也希望你们家人都平安幸福。再见，谢谢吴老师。别忘了多疼疼你们家里一些老人。对，对你们真的太好了，教人要惜福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